真的能更快的让地球扬升吗？就是大家一起同时冥想，集体冥想，就在可能晚上10:10，然后立刻冥想，大家一起冥想。的确是有可能的。所谓集体冥想可以让地球扬升，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再把某一些人的频率维持在一个更高的频率，让彼此在那个频率的范围共振，然后让整个地球形成一个更高频率的场，然后来让地球扬升。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可行的。但是要知道什么叫做冥想，就是如何把频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标准，这个才是重点，就是如何提升频率，不是一堆人集结在一起，然后就没事了这样，然后就叫集体冥想，然后因为一堆人集结在一起，然后开始闭着眼睛，然后就叫集体冥想，然后但是彼此的频率还是比如说都还是200这样子，那200跟200共振，共振出一个超大的200的场，那对地球扬升到底帮助了多少？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重点是频率的提升，而不是多少人集结在同一个时间，不是这个问题，是频率的提升。即使不在同一个时间，如果每一个人每一天常常都有一些冥想的时间，或者在一些时刻，它的频率能够维持在很高，那常常串联起来，一些少部分的人，有一些人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有一些蛮高的频率，然后彼此共振，就能够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场，不是？对啊，就跟是不是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看那个霍金斯的能量表啊，他的理论，如果有看过他的书啊，就很清楚。他说，一个能量频率600的人，能够抵过上千万个频率200的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即使你有2000万、1000万个频率200个人集结在一起，一起去冥想，也比不过一个频率600的人处在600的频率来得更好。那这代表什么？频率才是重点，而不是人数。你去集结2000万个，跟一个人能够保持600，那搞不好一个更好，因为那2000万个搞不好平常的频率都是100多，然后集体冥想也只不过达到200而已，那怎么跟这个一个600的人去做比较呢？所以从这个理论上，你可以理解说，其实关键是在那个频率的高低。即使有10个、20个频率很高的，都可以抵过上亿个200个人。那这个理论就非常简单，说集体冥想，重点是那个冥想，而不是集体。那讲到冥想，什么才是冥想？这个就很重要。现在外面我们看到好多，然后所谓的集体冥想，然后都是我们一起闭着眼睛，然后开始想象地球已经变好了，或者某个地区已经变好了什么。然后这个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隐忧在里面？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人，比如说1万个人，同时认为一个区域是有问题的，那你认为那个地区是不好的。为什么你要提升它？因为它不好嘛。那你先决条件已经先认为它不好了，那你集聚一大堆人，然后认为它不好，在显化法则里面，你已经把它显化到不好的状态，然后你又说它开始变好，它会变好，你是不是能压过你认为它本来就不好的这个理念？其实这个很难去界定，不知道每一个人在那里集体冥想的时候他想什么，不知道他的认知是什么，问号。那你集结一堆人去产生先决条件先产生一个那个地方是不好的，你已经先告诉一堆人说那个地方不好我们去冥想让它变好，你让一堆人然后先肯定了它是不好的，那这样是对的吗？会让世界让地球扬升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反而这样子的集体冥想，大家会感觉比较会有共鸣，比较会相信，因为一般人都很习惯，就是一直想不好我们这边地方好惨发生这么惨的事情那边说要集体冥想帮他们送光好，太好了你们好有爱这里真的很惨真的很悲惨，我们确实要做这个送光的行为那个谁怎么说什么没事，怎么可能会没事啊？你看现在发生这些这么惨的事情，你能说没事吗？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冷漠。明明就很惨，对不对？很惨对啊，很惨对，我们要关注这些很惨的人事物对，大家来集体冥想吧，送光给他们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体去肯定一个地方是不好的，这个显化力量是完全是倒反的。所以这才知道很多智者他们好像都不会谈论到什么比较很负面的事情，就是不会传递一件很糟糕很
血腥的故事、很暴力的故事这样子。他可能会说，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进入很不好的故事里面这样。所以如果是重量不重质的集体冥想，搞不好是一个反向的作用嘛。很可能是反向作用，因为是一个反过来显化的一个作用。本来是要扬升、提升、美好，结果反而是反作用，越来越糟。然后常常习惯了，一有不美好的事情就集体冥想，那就一直显化不美好的事情，然后集体冥想的。这让我想到一种阴谋论的可能，就是会不会有人故意操作，然后说集体冥想，然后反过来让大家陷入一种世界是有问题，或者恐慌，或者地球是有病，然后或者是需要什么帮助，反向操作，然后去进行一种让地球更成人的举动呢？我是持怀疑的态度，就是或许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在看霍金斯的能量表，重点是那个能量，而不是多少的人数，而且在于你要去如何去进入更高的能量。我们可以看到霍金斯的能量表，你心越开阔，越进入高的能量，甚至你到开悟的频率。什么叫开悟的频率？就是没有信念的频率，处在当下完全没有信念的频率，那个频率是比较高的，很高的频率。在这种看起来，其实越没有意图，越能够进入这样的状态，而不是集体去产生一个意图。那所以其实真正的集体冥想应该是彼此都不带有任何意图，安住在完全没有信念的当下，然后去达到那个接近开悟的频率。那只要有一些人这么做，整个地球就会有莫大的养生。频率一直不是运作在你做什么事情上，频率是运作在能量上，实际的能量上，不是你做一件好像很神圣，然后集体冥想啊，每天冥想，然后每天去搜寻负面事件，然后去攻击，去怎样，那个叫做高频。对啊，我们有拍一部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的影片，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寻双生子焰大卫霍金斯能量图表。那我们都在那个影片讲得很清楚了，从频率最低的到最高，我们都有分享这样。那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去体会。那所以假设有100个频率500-600的人集体冥想，那个影响力会更大吗？能量会更大吗？按照霍金斯的能量表的确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也的确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一少部分能量能达到500-600的人，那个影响的范围就可以达到整个地球了，几乎是这样。那既然他们频率已经500-600，为什么又要在集体冥想？所以是说真的是团结力量大吗？集体冥想能量会更大，会共振吗？团结力量大，但是不是限于一个时间。所谓的集体冥想是集体来让自己的频率时时刻刻保持在一个范围，而不是在几点几分，然后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共振，然后就产生了庞大的能量。在那个时间或许是一个能量场，但是其他没有聚集起来的时间，彼此的能量还是会产生共振，所以是常常保持在500-600才是重点，而不是在某一个时间去达到某一个频率，所以不需要集结起来啊。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时时常常能够维持在500-600，那时间他们就会共振了，而且时间不是一个线性。我们整天在想说几点几分一起来做这事，就会在几点几分产生作用，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在9点钟维持在600，你在10点钟维持在600。我9点钟的时间跟你10点钟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有影响？其实是有影响，所以时间不是那个几点几分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而是不是在整天的时间里面，在地球运作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常常能够共振？这个共振是有时间，不是我维持在9点钟维持在600。然后我9点05分我就只维持在200，不是这样子啊，也不可能差距那么大。对啊，所以重点是我是不是能常常维持在很高的频率？那你常常也维持在很高频率，我常常也维持在很高频率，那就整天都对地球产生共振了，而不是在某一个范围、某一个时间来做这件事。所以大家都说冥想，我们要在特定的时间集体冥想或是个人冥想。其实冥想的目的不就是可能你平时都忙于工作，所以有可能降频降到200-300这样。但是你一静下来冥想，你频率因为你比较安静了，信念
比较少一点，所以频率自然的提升，可能提升到你原本平常100多变成200，平常200多变成300多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冥想的目的就是不外乎就是提升频率嘛。那有一个人平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保持在500-600的频率，甚至700的频率，那其实那不就跟冥想一样吗？有人在特定时间10点到了，我要来冥想，他可能从200频率变到300频率啊，哇，冥想果然有差。但是有一些人不用在固定时间冥想，他不用这样做的很端正什么，他平常生活当中就是500-600频率、700-800频率了这样。对啊，那就是冥想，所以无时无刻都是冥想啊。这个我们稍微来说冥想到底是什么？明这个字就是幽暗，就是不明显，就是有点熄灭、灰暗的一种感觉。明，那想是什么？想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认知。冥想其实是让我们的认知能够熄灭，能够不明显，能够暗，也就是不要有信念的投射，叫做冥想。所以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冥想的时候，然后在那边一直想事情，其实那叫观想吧？那叫观想。对，如果是一直想同样一件事情，那就叫观想。就可能触发什么事件呢？触发事件，就是让某件事情快速显化发生。对啊，那就是观想，而不是冥想吧？对啊，冥想事实上是处在一种没有信念的当下，才是真正的冥想。所以你看到霍金斯的能量表就知道，越接近真正的冥想，就是开悟的频率，然后就会越高。在那个频率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想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眼睛闭起来开始冥想？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整个信念沉淀下来，就达到可以很单纯的存在着，却没有动用信念，这就是真正的冥想。那所以照这种情况看来，是不是要闭着眼睛端正姿势，其实并不重要，而是在于你是不是在这个当下能够让你的心念熄灭，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有一个人他常常能够保持在没有信念的当下，他时时刻刻都是冥想，什么姿势都不重要。所以其实集体冥想是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到头来其实都是个人的事情啊，个人频率的事情啊。集体冥想的真正的意思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就不是要让地球扬升或什么，而是形成一个没有信念的场，空的场，然后让大家常常能够维持在这个没有信念的当下，形成这样的一个引力。对啊，就不是要让地球地球不好要让地球扬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越没有这些意图，越能让地球扬升。越没有意图，越能让地球扬升啊，因为是频率上实际就是高频，而不是只是一个行为这样。只是一个行为或一个想法，但是频率还是低的。那其实你这个行为或想法，并不能带动地球扬升。其实要地球扬升，开悟最快的。光一个安住在没有信念的人，就对于地球扬升来说，就已经非常够了，对不对？很够吗？很够啊，很够。有一个很够，那有2个、有3个、有10个，那地球真的是对啊，很好，很棒。所以说扬升大师啊、菩萨啊，这2个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是超级玩家呢？因为他们就是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嘛。对啊。我在想，为什么他名字要取叫做扬升大师？因为他本身就处在没有信念的当下，然后他本身就散发着扬升的频率，所以他才叫扬升大师吧。所以他就不会说跟你们说这个地区很差那边发生很糟糕的事情，大家要关注这件事情，要给予他祝福啊，他才能好起来，不然他好不起来，我们要为他们加油啊！默哀啊。好负面。可是反而搞不好有一些人安住在没有信念，或是说他传递的是正法，就告诉大家，其实这一切也只是个故事啊，也是某个信念显化出来的啊，反而会被一些人看成是负面的。你怎么都不关注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看法，就是如果你在哭的时候，我不一起哭，就觉得我没有同情心这样。事实上，搞不好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我反而处在喜悦的感觉，然后我去感染你。其实你并没有那么悲伤，你也可以像我这么喜悦，然后你慢慢感染到我喜悦的能量，然后喜悦的特质，你也觉得好像
跟你在一起比较放松了，没那么悲伤了，慢慢你就感染到喜悦，进一步，我开始有点喜悦了啊，慢慢喜悦起来啊，我们两个共振同步了，然后你也喜悦，是不是应该这样，而不是我看到你哭，然后我也跟着悲伤，你好可怜，你真的好可怜，然后我也一直哭，然后两个就处在那种很悲伤的频率，这样对两个人来说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如何才会让这个事情转变过来，往往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频率，把一个原本在比较低的频率带起来，这反而是一件比较能够改变的事情。所以这么想说啊，你怎么不关注这些啊？你冷漠无情啊，都不知道其实有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方法，这样子。这让我想到，如果大家的集体意识啊，都是想说啊，台湾很糟糕啊，台湾很糟糕，很烂很烂。那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假设说，最近不是要什么选举？已经选完。已经选完。假设说要出来选举的人，A 说，台湾很烂，我们会让它好起来，一定可以好起来。跟 B 说，台湾很棒，台湾已经很好了，非常好，我们会更好。那大家会选哪一个？大家会选前面那个，因为会有共鸣啊，就觉得啊。那个真的我觉得好惨，然后他也觉得好惨，应该是跟我同样，就会觉得后面这个怎么会不知道民间疾苦？怎么不知道民间疾苦啊？怎么竟然会说台湾很好？明明就很烂很烂，对啊，不知民间疾苦。如果多去外国走动啊，就是发现台湾真的很好。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无论是吃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一个境况，然后社会的状况，其实每个人都有房子住啊，然后每个人都能吃饱啊，这些在台湾已经是很普遍的，大部分。有人会跳出来说哪有？还是有一些乞丐、流浪汉没有房子住啊？那毕竟是非常的少数，不是像其他国家有这些是占多数，那个差别很大。所以台湾再怎么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反正就越跟那个民众的想法吻合的，就越容易上。对，当然是这样子。对啊，都是这样。那但是假设说人类的意识提升了，大家都觉得哇，人生很棒啊，很美好啊，一切都很美好啊，没事啊。如果每个人这样想的话，那可能选出来的人就不一样了。对啊，就不会选那个这里很糟糕，那个不好啊，所有人民都很痛苦。对啊，就可能会选那个哇，一切都很美好，很和平，很友善，没事。对啊，对啊，因为大家集体意识就跟后面这个比较吻合嘛。对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把自己的频率顾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影响整个地球，这才是重点。对啊。那所以如果要显化一件事情发生，例如说地球扬升啊，大家更美好啊，人民活得更好啊，所以就是观想，不是冥想吗？观想的目的，观想是说你去想象一个情节，让那个情节在脑海里发生，叫做观想。那就是其实你观想了那个情节之后，你自然可以融入这样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频率放在那样的感觉，那进而去显化出那个状态。那比如说我要想吃到美食，那我就在脑袋里面想过我吃到最好吃的是什么，那我就做一个观想，就想象我正在吃我曾经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感受就会就让我记得那个记忆，那我就把自己的频率处在这种美好的感觉的记忆，那我就会显化下一次产生这样的情境回来的感觉，这个就是观想。所以观想可以达成一些事实回馈，的确是这样。那集体观想真的会团结力量大吗？所以这个跟地球扬升就是两件事，集体去显化一个事实，这个可以来集体观想，但是你要让地球扬升最快的方式是让大家保持更高的频率就可以达到，不需要去集体做一个冥想观想，都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要集体形成一个事实，那的确可以集体来想，但是重点是频率，而不是你想的那件事情。你不能想说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有问题的，是崩坏的，然后是很差劲的，然后现在我要让它变好，你光这样想频率就已经是不对的。你应该想说这个地方很棒，然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共同去让这个地方是很美好的，这个想法能够在自己的想法上落实，并且自己能够感受到那个地方有多美好，这样才能够让那个地方真正美好的事实显现出来。所以这个跟我们看到的一些集体冥想是不同的，就是往往真正要让事实显现，你必须要让自己处在美好的频率，让它达成美好的状态，这才是重点，而不是你已经先肯定它不好了。观想只是为了让自己处在频率，所以一切都还是频率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说让地球扬升是频率的问题，那让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改变，那其实还是频率的问题，因为一切的显现是在频率层面上，而不是在事情是什么，一切都是频率是什么。大家同时在某一个时间点做观想，那就会产生什么共振，力量会更大，是会更大吗？集体产生应该是集体在当时的频率如果是相同的，的确会有一个共振的效果，但是一切都是彼此的认知所产生的，因为彼此的那个频率，你是认为，如果你打心底就认为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你不需要去在一个时间去观想，你整天你都会认为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好，就根本不会去观想，本来就很好了。对，所以要一群人本来就认为那个地方很好，不管是在什么时间，而不是不需要在一个时间来做一个我现在认为那个地方很好，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你并不认为那个地方很好，所以你才需要在这个时间一起来认为它好。这个应该讲得很清楚。所以之前有一些观众会问我们说，你们怎么都没有带集体冥想啊？你们可不可以带我们做一些集体观想、集体冥想啊？本来就一切都是美好的。像你相信你现在就在呼吸，就不会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我们在呼吸，所以我们要呼吸。一切事情都在理所当然的认知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大的显化。这个大家只要清楚这点就可以，就是你本来就认为就是这样，那么它一定就是这样，光明。对啊，地球本来就很美好啦，对不对？很美好吗？哇，超棒的！所以重点不是告诉所有大众，很多人越多人越好，说地球不好，地球现在怎么样，我们要集体观想，这样子反而是。相反的这样子，搞不好反而掀起很多人的仇恨，会想说我们要消灭恶势力啊，攻击对方的城堡啊，攻进去啊，消灭他们啊，对啊，那就变得其实跟所谓的负面的存在好像都一样这样子，就不是真的运作在光的层面、高频能量的层面这样，所以应该是让更多人发现。本来就没事，本来就美好。对，那本来就没事，本来就美好，那就不需要集体做些什么啦。这就已经是集体都感觉美好了。对啊，如果大家所有人都发现，本来就美好啊，本来就没事啊，那集体意识就是本来就没事，本来就美好，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美好的大家，拜拜。美好的世界宇宙，拜拜。拜拜。